当美国防长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扯着嗓子大喊中国威胁时，台湾岛内的舆论场瞬间炸开了锅。他所谓将台湾军费提升至 GDP 5%的提议，表面上是为了强化防卫能力，实则被岛内各界一眼看穿，这分明是打着安全旗号的天价保护费收割术。从退役将领的公开炮轰到民众民调的集体反对，这场由美国主导的军售闹剧正在彻底撕开美台关系的虚伪面纱，暴露出其背后充满铜锈的交易本质。美国防长的一番慷慨陈词，本质上是一套精心设计的恐惧营销话术。按照台湾当前的经济规模推算，5%的军费比例意味着每年需投入数千亿台币，相当于每个台湾家庭每年要为军购掏出数万台币。台军退役少将厉正杰在媒体上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近年来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重心早已转向大国竞争，台湾不过是其战略棋盘上的一枚棋子。所谓协防台湾的承诺，在美军内部评估中根本没有优先级。赫格塞斯的真实目的是通过制造大陆威胁迫在眉睫的恐慌氛围，倒逼台湾扩大对美军事采购，为美国军工复合体输送巨额利润。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台湾用真金白银换来的并非是能扭转战局的先进武器，而是美军仓库里的处理品。路透社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披露，未来几年对台军售清单中，超过60%是美军现役部队淘汰的库存装备，包括 Solid 的防空导弹、翻新的军用车辆，甚至是包装发霉的单兵防护装备。台空军前副司令张延廷在节目中展示了一件台湾采购的美军防弹背心，其生产日期竟可追溯到2003年伊拉克战争时期，布料发霉、扣件生锈的状况让现场嘉宾一片哗然。这种清仓式军售，说白了就是把台湾当成了处理军事垃圾的 dumpster， 而民进党当局却还要对美国感恩戴德。民进党当局对美国的谄媚姿态，在赖清德等人的言论中展现得淋漓尽致。赖清德不仅主动呼应提升军费至 3% 的提议，还暗示未来可能向 5% 靠拢。这种完全不顾台湾财政承受力的表态，引发了岛内民众的强烈反弹。民主文教基金会发布的民调显示，67%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将台湾视为抗中炮灰，66.2%的人坚信美国会为自身利益出卖台湾，更有42.6%的民众明确表示，改善两岸关系才是安全正道。当街头采访中被问及是否愿意为军购节衣缩食时，一位台北市民的回答颇具代表性：美国人卖我们发霉的装备，却让我们用血汗钱买单，这种保护不要也罢。岛内军方高层的死谏更是直接戳破了以武拒统的幻想泡沫。台陆军副总司令刘湘斌在内部会议上公开警告赖清德团队，解放军在东南沿海部署的500公里射程火箭弹与 S-400 防空系统，已形成对台湾的窒息式封锁。他用一组连美军都不愿正视的数据指出，若台海爆发冲突，解放军只需6小时即可完成对台岛的海空封锁，10天内全岛加油站将因燃料耗尽停摆，1个月后医疗系统将因电力中断全面崩溃。而台军引以为傲的爱国者导弹系统拦截一枚造价仅5万人民币的火箭弹，需消耗2枚单价800万美元的导弹。这种打不起的防御体系，在解放军饱和攻击面前不过是纸糊的盾牌。美国智库的多次兵推结果，更是让以美谋独的支持者们如坠冰窟。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承认，在中国海岸2000公里范围内，美军航母战斗群面临被东风系列导弹团灭的风险，即便强行介入，也需付出2艘航母、900架战机的惨重代价，最终仍难逃失败结局。五角大楼内部推演显示，美军从决策出兵到舰队抵达台海至少需要14天，而解放军完成战役部署的时间比美军决策会议的时长还要短。刘湘斌在退役前的最后一次公开演讲中痛陈，当美军还在太平洋上计算航程时，台湾的命运早已尘埃落定。值得玩味的是，美国所谓的盟友体系在台海问题上尽显脆弱本质。欧洲国家虽偶尔跟随美国炒作印太战略，但实际行动却充满投机色彩。法国2024年派往台海的普越号护卫舰全程贴着国际航道边缘航行，生怕触怒中国大陆。德国巴伐利亚号护卫舰更闹出导航故障绕道菲律宾的笑话，被网友调侃为用麋鹿表达态度。
这些国家的海军现役主力舰数量不足，法国仅4艘防空驱逐舰，英国航母连舰载机都无法满编。所谓协防台湾，不过是政客们的嘴炮游戏。在中欧贸易额突破8000亿美元的现实面前，没有国家愿意为台湾赌上经济命脉。美国对台军售的本质是一场稳赚不赔的杀猪盘。岛内专家赖岳谦指出，无论军售合同是否按时交付，美国都是最大赢家。若台湾如期支付货款，美军火商可净赚数十亿美元；若因局势变化延迟交货，定金也早已落入腰包。这种空手套白狼的商业模式，在特朗普任期内已展现得淋漓尽致。2020年那场价值183亿美元的清仓式军售，不过是美国大选前收割台湾的政治投机。而民进党当局为了维系以美幻觉，不惜将教育、医疗等民生预算压缩。这种穷兵黩武的做法，正在透支台湾社会的未来。国防部发言人张小刚的警告掷地有声：搞台独分裂只会将台湾推向灾难深渊。这不是空洞的威胁，而是基于实力对比的现实判断。中国火箭军的东风家族、海军的航母战斗群、空军的隐身战机编队，已形成对台独势力的压倒性优势。更关键的是，中国拥有足以让任何对手不敢轻举妄动的核威慑能力。东风41洲际导弹的10马赫突防速度，让先发制人的冒险主义者必须掂量同归于尽的后果。俄乌冲突与印巴冲突的教训早已证明，在核威慑平衡下，常规战争的胜负取决于战场感知与火力投送能力，而这正是解放军在家门口的绝对强项。当台湾街头的抗议标语写着"不要保护费，要民生"时，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网络上讨论统一后的生活时，民进党当局的以美谋独路线正在失去民意基础。一位高雄的出租车司机在接受采访时说，小时候课本说大陆很穷，现在我们却要靠买美国破烂来保命，这不是笑话吗？这种认知的转变折射出台湾社会对以美求安全的深刻反思。真正的安全从来不是靠向外国主子交保护费买来的，而是源于一个中国原则下的和平发展。当历史的车轮碾过所有分裂势力的幻想，中国的完全统一终将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因为是美国需要这么一个东西，把朝鲜、中国绑在一块儿，这个时候美国干预台湾就有理由了，有法理理由，知道吧？你是侵略者，对吧？625发起的战争，那我627命令第7舰队进驻高雄、基隆就有道理的嘛，是他有需要，那我就指责我们了。先是法理上是吧？通过联合国搞了一个决议啊，朝鲜还有中国定义为侵略者，然后后续就很多动作，包括美军参战。然后美军参战以后呢，大概不久就在釜山那一线顶住了朝鲜人民军的压力，进入到某种僵持阶段，是吧？然后呢，在僵持期间，9月15号，麦克阿瑟将军就发起了仁川登陆。哎呀，这个事情有点遗憾。其实仁川登陆呢，咱们中央军委啊早就注意到了，而且反复的提醒那个金日成，他们那边有点大意啊。他那边呢也有苏联的那个军事顾问，苏联军事顾问就认为呢，说仁川这个鬼地方啊，淤泥特别多，是特别不适合登陆的一个地方，地理上不适合登陆，所以他就有点大意了，放了很小一支力量，结果迅速被人家突破。仁川一登陆，整个朝鲜战局就颠倒了，知道吧？朝鲜人民军的主力在南边吧，拦腰一截，哟，他的主力就被人家封锁了。那么很快战局扭转，是吧？然后那个美军呐，带着那个所谓的联合国军，当时联合国军是16个国家，美国是领袖，还有15个国家，然后当地是南朝鲜部队了，所谓的联合国军，加南朝鲜部队就开始反攻。迅速的把汉城就夺了，完了就过了3八线，然后就占领了平壤，然后就到了鸭绿江，然后就逼得中国不得不反应，对吧？这就是这个战争的一个基本过程啊。那么我们大意的可以把战争呢分成这样的几个阶段，一个呢就是朝鲜内战，对吧？10月25，
进入到抗美援朝，对不对？抗美援朝呢，大概分这么几个阶段。第一就是著名的5次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这个词很重要。中国人民志愿军从鸭绿江出发了，对不对？然后呢，跟美国反复交手，把那个战线呢推到了38线附近，是不是？5次战役啊，然后呢，后面就进入到了战略对峙阶段，就双方啊打了很多著名的战役，什么伤心岭、喋血岭，对吧？上甘岭啊，就是这个是很残酷的，就是阵地绞杀，非常残酷。最后反正上甘岭那一役打完，美国人知道打不下来，就是打任何一个山头代价都非常的大，死人无数。而且也没什么价值，就是你打下一个山头，其实是不能改变那个整个态势的对峙态势，对不对？5次战役使得战线呢就回到了38线，后面的战略对峙啊，关键据点的争夺是对峙，对吧？对峙的结果是双方都知道代价太大了，而且付这么大的代价也无法根本改变战局，于是最后就决定停战谈判。于是就有了53年7月27号停战协议。停战协议咱们这边是中朝方，这个是一方是吧？中朝一方，然后呢，联合国军是一方。这个但联合国军实际上主要代表就是美国了。OK， 这就是这个战争的过程啊。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初，被称为军事天才，参加过1战和2战，在美国3军中获得勋章最多的5星上将麦克阿瑟信心满满。在他的眼中，中国，一个刚刚经历过战争巨大创伤的民族，一个工业化为零的国家，一支武器极其落后的部队，如何对抗地球上最强大的美军？1950年11月24日，麦克阿瑟曾在前线视察时表示，1个月内即可结束战斗，让小伙子们在圣诞节回国。圣诞节前让孩子们回家，成了美国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麦克阿瑟的自信是有理由的。1950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是中国的28倍，钢产量是中国的146倍。战争中，美国动用了陆军总兵力的1/3，空军的1/5，海军的1/2，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现代化武器。中国志愿军则靠着2条腿，昼夜不停的急行军，和美军最先进的飞机、坦克、装甲车争夺着阵地。当美国大兵在前线喝着咖啡、啃着鸡腿时，志愿军则是一把炒面就一把血。军事装备、后勤补给差距如此悬殊，对美军来说，这样的战争不就是屠杀吗？但麦克阿瑟根本没有估计到一个新生国家所拥有的强大力量，不知道这一群落后的部队一旦战斗会所能迸发出的强大战斗力。长津湖、松骨峰、上甘岭等一个个让敌人目瞪口呆壮烈战役，邱少云、黄继光等一位位让敌人心惊胆寒的英勇士兵，让美国不得不重新审视眼前这个曾经瞧不起的对手。美军第2步兵师第23团团长4星上将弗里曼。弗里曼在与志愿军的首次交手中差点被俘。在事后接受芝加哥日报采访时，他诚实地说道，即使没有飞机大炮，他们也能把我们打成傻子一样。而胜利靠的不仅仅是热血，还有智慧。无论是从战略上还是战术上，志愿军都强调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用较少的代价获取较大的战果。打坦克、炸碉堡，不靠硬拼，靠智取。用坑道战对付敌人飞机大炮狂轰乱炸，用穿插包围对付敌人优势兵力，侦察兵冒充伪军混入敌人内部，空军单机闯入敌机群，以少胜多，以普通步枪对敌人进行狙击。美军指挥官李奇微在所著的《朝鲜战争》中回忆道，中国军队来了，我们的灾难也降临了。美国最后一名5星上将布雷德利在《将军百战规》一书中回忆道，我们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对手打一场错误的战争。
我想呢，最后想讲讲这个东西啊，就是如何看待这个伟大的历史事件。因为我们国家很长时间对朝鲜战争呢是这样的啊，首先是肯定的，是吧？这是非常伟大的一场战争，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打了一场了不起的战争啊。但是最近在网络上，就是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网络出来以后，又有一段时间有点争议，是吧？觉得这个战争是不是不应该打呀？代价那么大呀？是不是因为这个战争把台湾给丢了呀？所以后来就有一些争议啊。我下面谈谈我自己的看法啊。这个，首先我刚才讲了，朝鲜战争就是6月25号这一场战争，中国是没有责任的，是吧？整个决策过程是斯大林和金日成做的，中国都不知道这个事儿。他们做完决策，准备好了才来通知我们，所以我们是很被动，对吧？这是一个我们没有责任的啊，这是不应该打的一场战争，我们没有责任。然后10月25，我们被迫入朝作战，把美军呢从鸭绿江推到三八线，保家卫国，这是不得不打的，是吧？因为美国人呢打到我边境线了，而且他的炸弹真是落到了我们丹东，就我们国境里边。另外刺激我们的就是第7舰队进驻台湾嘛，公然的干预台湾事务了，对吧？我们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不得不反应。综合来讲呢，如果衡量啊，这个事后，我们做事后诸葛亮嘛，我们要这个做评价的话，应该这么说，就是说，首先呢，就是其实这一场战争不是我们主动发起的，对吧？我们是被动应对，因为新中国刚刚成立嘛，不是49年10月1号才成立，然后那个解放军入朝也就是1年，所以国内啊百废待兴，财政都是很困难的。我们国家啊近代一直处在战乱当中，对不对？晚清就老被人家欺负，晚清被民国取代以后，有16年呢军阀混战。那个现在有一些人还挺怀念北洋政府时期，这个是不对的啊。1911辛亥革命到1927年南京定都，这个16年，我们中国是130个军阀控制的国家，这130个军阀他们之间打了1500场战争，根本谈不上建设，老百姓生不如死，很惨很惨。少数几个文人家庭条件好的，他过得还不错，但大部分老百姓真是很惨的，知道吧？然后呢，大家知道31年开始日本就侵华了，对不对？然后14年抗战嘛，现在我们不叫8年抗战，叫14年抗战。完了，接着就是后来的这个解放战争啊。所以你要站到50年代初50年中国社会的角度去看，整个社会是希望和平的，这个愿望是非常强烈的，对吧？这是人之常情嘛。我经历了这么多战乱，好不容易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好不容易恢复了平静，当然希望和平了。所以对新中国来讲，参不参战是非常艰难的一个决定。但是呢，因为形势所迫嘛，最后我们还是以志愿军的身份就参战了，对吧？现在过去70年了，对吧？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做一个评价。我的观点是这样的啊，整个这一场战争是不得不打的，然后呢，我们也付了很大的代价，但是事后看，这个决策是对的。我个人认为啊，我们参战的结果是得大于失。首先我们谈一下那个台湾问题，因为很多朋友就说，哇，因为我们参加朝鲜战争，于是台湾就丢了啊。那么我是不同意这个看法的，因为我看到的材料啊，在3大战役后期，就是18年底19年初，当时国民党呢败相已显，就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差不多败了，败相已显。这个时候，美国的战略界已经有人提出来，让国民党退守台湾，然后台湾独立建国。所以，就是让台湾独立啊，这个观点在解放战争末期美国就有了，知道吧？只不过呢，50年1月5号，美国发表了一个中国政策白皮书，这个里面很奇怪，他把那个南朝鲜和那个台湾划在他防线以外，就是这一份文件，好像把这个就还给你啊。但是现在事后看，它实际上是个策略。为什么他这个时候划呢？因为
50年1月5号，他发白皮书的时候，毛主席啊正在那个莫斯科，跟那个斯大林艰难的谈那个中苏友好条约，然后呢，谈判是非常艰难的，知道吧？因为斯大林要了很多东西，毛主席不愿意给，所以谈判非常艰难。哎，这个时候美国啊就用一份文件，哎，给你一个诱饵，哎，告诉你，你别跟着他跑，是吧？我可以把台湾给你啊。但是，这个50年2月底，中苏友好条约，两国议会批准了，是吧？批准以后就成立了。成立以后，美国当时就收回来了，美国的这个承诺就收回来了，是吧？所以有没有这个时候你们算嘛？50年2月朝鲜战争远没有爆发，对不对？其实美国这个时候已经决定把台湾拿到自己手上了，不给力了。所以结论是什么呢？有没有朝鲜战争？美国都要介入台湾，而以当时的力量来讲啊，美国一旦介入，我们中共这一方面啊，解放军当时是没有能力把它拿回来的，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事实，对吧？所以这是一个基本情况。有没有朝鲜战争，其实美国都是要介入台湾问题的，对吧？最后落到朝鲜战争呢，应该这么讲，就是也有失也有得，但我们综合来讲啊，可能是得大于失。我们国家的这个付的代价，首先是什么呢？一批优秀的年轻人牺牲了生命。现在咱们民政部啊认定的朝鲜战争的烈士是19.7万人，这就是我们的代价，是吧？当时非常优秀的一帮年轻人牺牲了，另外国民经济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啊，所以生命、经济损失是吧？这是我们直接付出的。第二个呢，可能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战略空间缩小了，知道吧？就是原来，比如说我们跟美国打架以前呢，跟美国直接兵戎相见以前呢，其实美国始终对我们有点幻想的。因为在欧洲有一个国家叫南斯拉夫，对不对？南斯拉夫跟苏联有点闹翻了，跟美国关系不错。虽然它是共产党国家，但是在东西双方它是跨界的。美国很想把那个新中国培养成这个东方的铁托。然后呢，我们兵戎相见以后，那美国对我们幻想就彻底没了，对吧？那就死整我们了。当时美国搞了一个，在冷战的时候搞了一个机构叫巴黎统筹委员会，对吧？然后在8统里面，它的制裁有3类，最轻的一类是波兰，第二个是苏联，中国放在最恶劣的一类，对中国的制裁是最严重的。所以就是中美尖锐对立，在冷战的状态下，处于热战状态，是吧？这就是使得我们那个在大国博弈当中那个战略空间是不是小了一点，就灵活性小了一点，对不对？那么收获，我觉得还是主要的。收获呢有这么几块，第一块收获啊，主权回归。在那个45年2月雅尔塔会议后，不是有个雅尔塔协议嘛？雅尔塔协议的亚洲部分有一个关键的内容，就是苏联答应美国，在击败希特勒以后3个月出兵远东，打那个日本关东军啊。然后呢，他做了这个贡献以后，他要回报，什么回报？他要继承日本帝国在中国东北的全部权益。这个其实是侵犯中国主权的，对吧？包括外蒙要独立，包括我们的那个大连、旅顺要作为国际自由港，永远由苏联红军占领。另外，包括哈大线，现在叫哈大线，以前叫中东铁路，就哈尔滨大连这条线，51%的股权要白白的送给苏联，他没有1分钱投资啊，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筹款建的，有51%股份给他，然后苏联红军要沿途驻军。另外还有一个内容就是新疆北部，这个有一块地区要归苏联，这都是那个雅尔塔协议啊，牺牲中国的地方。中国1战2战都是胜利国，是吧？是不是？中国也很奇怪啊，反正1战2战2次世界大战，我们站队都站对了，这个是很绝，是吧？像土耳其每次都站错了。我们每次都站对了，所以中国人那个战略视野还可以啊。但是呢，又有一个问题，就是虽然赢了吧，我们是战胜国啊，但是每次都吃亏。是不是1战以后，那个就是山东半岛
德国的权益最后被日本人抢跑了嘛，后来引发了五四运动嘛。五四运动是不是改变中国近代史啊？救亡压倒启蒙嘛。二战以后，你看我们也是战争国嘛，我们付的代价很大，因为结果呢，美苏做交易，又把日本的特权全部给了苏联。这个挺不好的一个事儿啊，哎，但是这个事儿呢，因为朝鲜战争变了，因为我们巨大的努力，对吧？这个朝鲜战争，哎，我们打得不错，对不对？这个时候他不得不尊重我们，于是呢，雅尔塔协议牺牲了中国的主权，就回来了，是不是？现在中东铁路、大连、新疆北部就回来了，否则啊，现在去大连旅游，你还得办护照呢，知道吗？现在很多驴友很喜欢那个喀纳斯吧，喀纳斯很美，对不对？美得非常荡气那个地方，你现在去还得办护照，是吧？那个哎，现在都是回来了啊，这个是很伟大的一个事儿啊，主权回归。第二个呢，我特别看重的收益就是这个，因为啊，我们跟美国兵戎相见，这个时候斯大林就真信任毛主席了，信任中国共产党了，然后就决定了帮助我们发展工业，于是就有了15计划当中从苏联引进了156个大项目，而156个大项目就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而我的跟很多学者不一样，我的史学观就特别看重工业化，是吧？因为我的基本史学观就是人类的近代历史就是工业化的历史，工业化的核心就是现代制造业。在工业文明时代，谁有制造业，谁才能够把握自己命运；谁没有制造业，人再多，钱再多，你的命运都在别人手上，你被人家羞辱，知道吧？所以工业化特别重要。而苏联给我们的156个大项目，就基本上奠定了新中国工业化的基础，这是巨大的收获。我第三个收获呢，应该是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就奠定了，对吧？这个我记得我在别的地方讲过，当时美国绝对是如日中天，对不对？美国在这个二战结束以后，它的制造业啊，差不多占到世界的一半啊，那个金融啊，资产占到世界80%，然后军事上它是唯一有能力两洋作战的国家，然后还有一个，它当时50年呢，它是单独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因为苏联是49年才试爆的核武器。苏联红军列装核武器还要晚几年呢，所以当时美国那个地位是如日中天啊。那么中国呢，经过100年的积贫积弱，其实是挺弱的。那在这个背景之下，哎，我们中国跟美国打了一仗，军事上打成了平手啊。我们是从那个鸭绿江出发，到了三八线；美国呢是从釜山出发，到了三八线，对吧？军事上打一平手，政治上我们绝对赢了，对不对？你原来在江湖上，这个不见经传的，大家不认识你的，对不对？哇，你跟江湖第一高手打成一平手，绝对名震江湖啊！从这一天开始，就是我们跟美国打成平手开始，没有任何国家琢磨着要侵略的，对不对？就新中国它的安全问题其实就解决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安心的发展了嘛。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说它是立国之战，绝对是不为过的。那么最后呢，这个朝鲜战争给我们的启示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朝鲜战争那应该讲美国人呢对新中国啊这个态度就复杂了啊。在新中国以前，晚清民国总体来讲，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是俯视，是吧？上对下。但是因为朝鲜战争，美国才开始平视中国，对吧？这个其实对后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是有好处的。没有平视，就不可能是72年呐，美国总统不顾国内反对啊，跑到一个未建交的国家跟毛主席握手吧。你们想想，没有朝鲜战争，美国没有这种内在的尊敬，觉得你没有价值，他不会这样的呀，是不是？一个总统，到一个没有建交的国家，而且意识形态对立的国家，这个是很有政治风险的。但是他就做了。因为什么？他是觉得你这个国家有力量，我跟你交朋友有收获，对吧？他需要你来对付苏联，于是他就过来了。那么有了72年中美和解，才有了79年建交。所以那个从历史角度来讲啊，朝鲜战争的影响汇集到今天啊。
那么最后还有一个方法上的启示，就是对于美国这种国家啊，他呢有力量的话，他一定会欺负你的。那面对这个欺负呢，一个办法是忍让，还有一个办法就是适当的斗争。那么在朝鲜战争这个案例上给我们的启示啊，还就是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这对未来啊，我们处理中美关系仍然是有启示意义的。1950年在朝鲜战争的遭遇是中美双方的一个重要节点。金教授认为，抗美援朝改变了美国俯视中国的态度，并且刷新了全世界对中国的看法。近年来，美国对我们的重视达到它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那么，70年过去了，中美又来到了一个关键性时间点上。今天对抗美援朝的回顾，也是为了在历史的维度上再次审视中美关系。现在呢，中美关系确实进入到一个矛盾的阶段。看清这两个世界大国的过去与未来，我们应当从历史中汲取哪些经验？合则两利。面对当下的紧张局势，又该如何应对？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势，又将如何呢？那么，中美关系呢，我们先简单的讲几句历史啊。中美关系啊，这样的就是就中国来讲呢，历来是重视的，知道吧？晚清、民国、新中国，然后新中国每一届领导人都重视，毛主席就很重视啊。你们想想，1972年邀请尼克松总统访华是谁做的决定？是不是毛主席做的决定？对不对？说明什么？说明毛主席极其重视中美关系。而且坦率讲啊，因为72年中美缓和，才有79年建交嘛，对不对？所以应该讲，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是毛主席留给后来啊第二代领导人一个重要的遗产啊。所以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就重视，第二代小平同志非常重视，对不对？然后江主席、胡主席都很重视，习主席也很重视啊。大家注意到，习主席有一次见那个特朗普总统，是不是讲的这个话？说中美关系有1000个理由好起来，没有一个理由坏下去。我们都在用这一句话，所以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从中国角度来讲，我们历来是重视美国的啊。那美国呢，对我们态度是变化的。美国呢，在晚清民国是这样的，俯视我们的，知道吧？新中国成立以后，敌视我们，因为我们在朝鲜战争跟他打嘛，把他打得够呛啊，鼻青脸肿的。所以先是俯视，后来敌视。72年尼克松访华，其实是利用了，因为当时他跟那个苏联竞争很吃力，要中国帮忙。美国真正的比较平等的平常心对待我们，我认为啊是91年苏联解体以后，冷战以后，然后对中国的重视就开始直线的上升。近年来，美国对我们的重视达到它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我认为17年底开始，他就把我们放第一位了。但是呢，这个态度是不一样。我们重视美国，真想跟他好，想交朋友；他重视我们，想整我们，性质不一样。这就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大致的一个回顾啊。历史的角度看，我们历来重视，而且历来有建设性。他呢也是啊，然后敌视，然后利用啊，真正比较平等性的看待我们是很短的近代。但现在又开始走向了对抗。那么现在中美关系呢，肯定进入到一个不太好的阶段，是吧？但是呢，过去那段历史我们还要肯定一下啊。从79年1月1号建交到现在41年半，总体来讲，中美关系还是成功，双方的合作很好，而且双方都有战略收益。中国与美国建交，是从美国学到了好多东西，对吧？另外，通过和美国建交，我们的产品就可以进入国际主流市场。改革开放才有成功的外部条件，对不对？那美国呢？通过跟中国建交，参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美国的资本在中国是赚了很多钱，赚得盆满钵满。这就是他回去分配不好是他的事儿，但是在中国赚了钱了，这是事实。另外呢，更重要的什么？通过中美建交，美国才赢得了冷战。所以很肯定的讲，中美过去41年的交往是双赢，双方都获益的。再次证明了一个道理：合则两利。
这个当然现在有一个麻烦，美国人心态有点不对。美国人认为啊，这个过去我们中国改革开放成功，主要是因为他帮我们。然后呢，他赢得冷战跟中国没关系，这是他现在的一个毛病，是吧？夸张他的作用，贬低我们的作用。我认为他这个不对啊，我的分析是对的。我认为中美过去41年，双方都是赢家，对吧？应该是这么看，比较客观。那现在呢，中美关系确实进入到一个比较矛盾的阶段啊，竞争性的阶段。原因呢，就是我们有5个新的问题出来了。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进入到了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也就是大家通常讲的老大老二矛盾。在国际关系里面啊，老大老二是天生的冤家。坦白讲啊，组织人类学告诉我们，任何人类的组织，那个2把手都是很难当的，知道吧？但是个人关系还是好处一点，是吧？我让一让就算了。那国家关系难处，国家不是说你想让就让了，对不对？因为国家是集体的嘛，所以国家间的老大老二关系比个人要难处得多，最后往往是走向冲突。现在咱们国家的态度是这样，我们国家从官方到学者都认为，我们还没有进入到修昔底德陷阱，我们要努力的回避它啊。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哪？美国的战略精英层就认定我们是老二了，回避不了了。我们现在有些学者啊，有一点天真啊，说中国啊能不能姿态再柔和一点，对吧？讲话再轻声细语一点，哎，这样美国就放过我们，回避这个矛盾了。这个甚至有人，我觉得很书呆子气，说建议啊，咱们统计局想想办法，中国的 GDP 搞第3，把印度搞第2，是吧？坦白讲，这是很要说轻了是天真，说重的是傻了。这是低估美国人的战略能力啊！以美国战略能力啊，他对我们很了解的，知道吧？你无法隐瞒，你回避不了的。那么现在的事实就是，美国认定我们是老二，认定我们是挑战者。这就是第一大矛盾啊。第3就是美国变了，美国这个国家曾经是非常自信的，自信的美国啊，坏处有点霸道，好处是什么呢？它比较宽容的，比较包容，哎，也比较幽默，骂他也没事儿。那现在不是，现在美国内部矛盾很多，它是自信心下降，然后人就变得很自私、很焦虑，是吧？一个焦虑的美国很难打交道，它相当于一个人呐进入更年期了。第4个呢，咱们国家啊，应该讲，因为改革开放嘛，我们也很多元化，利益多元，于是观点多元，所以就是说我们的内外政策形成共识也很难，对吧？所以我们外交啊受到的内部牵制也比以前大了，对吧？第5个新矛盾就是美国现在这个领导人呐，及其团队，就特朗普及其团队非常的极端，是非常的多变，无法预测，哎。这样人家就很难跟他打交道，是吧？这就是中美关系的新背景啊。那么在新背景之下，就有了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就是美国在17年12月18号，由国防部发表了4年1度的报告《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边，把我们定义为第1战略竞争对手。这就是主要矛盾。原来美国给我们的定义是有缺点的伙伴。现在是第1战略对手，从这一天开始，中美关系的性质就变了。原来是既竞争又合作，对不对？从这一天开始，我们就进入到竞争为主阶段。然后美国这个国家行动能力很强，它不光是说，马上就真的就竞争了。17年12月18号推出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是吧？定义我们为第1战略对手。3个月以后，18年3月22号，是不是特朗普总统签了一个总统行政命令？发起了对华贸易战，对不对？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是不是过去了2年半？2年半，坦率讲啊，我们中美关系经历的竞争不仅仅是贸易战，实际上是个混合战。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在过去2年半至少对我们打了15张牌。第1张牌是贸易牌，就是对中国产品征税。那附带讲啊，前天是不是 WTO 裁决？说特朗普征税是非法的，是吧？这个其实是好消息啊。虽然我们也知道特朗普根本不理那个国际组织，你裁了也白裁，但是道义上还是对我们很有利，知道吧？至少那个老师说了，说你错了，对不对？
这样我们道义上还是得点分的啊。这是过去2年半他对我们打的第一张牌，征税是吧？贸易战。第二就是科技牌，打我们高科技公司嘛，打华为，打中兴，打那个海康威视啊，科大讯飞、大疆国际，这是第一批。第二批就是打那个打我们抖音呐，抖音的英文版 TikTok 是吧？然后打那个微信。第一批先打的那个高科技硬公司，就是让你的5G 搞不起来。第二呢，就打你的应用网络公司，对吧？这就是科技战。第三呢，就是司法战嘛，就是抓孟晚舟嘛，还有抓那个参加我们那个叫千人计划的华裔学者，对吧？第四呢，就金融战啊，美国是不是列举了300多家中国实体，然后就切断啊与我们的金融联系。第五就是舆论战了，那特朗普的大将。几个大将，这个国防部长、国务卿是满世界跑去鼓吹中国威胁论，国务卿特别卖力啊。那个他而且给中国安了很多新的帽子，说我们中国在亚洲搞霸权主义，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在美洲搞帝国主义。中国网民很生气，因为这些话都是20年前我们骂美国的，知道吧？美国拿来就用。他说你不尊重知识产权了，这个，那个他其实就是渲染中国威胁论啊。这是5张牌了吧？然后还有6张牌，就是很敏感的，涉及中国主权了。这里面包括台湾、香港、新疆、西藏、东海、南海。5加6 11张牌，12张牌就是印太战略。印太战略是什么呢？就是在巩固与传统盟友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基础上，往西推进，增加新盟友，抓印度、印尼、越南。第13张牌就是搅局“一带一路”，中国在“一带一路”投资啊，它就搅局啊。14张牌是什么呢？叫 WTO 2.0，就是在 WTO 里面搞小圈子，美欧日小圈子，把中国排除在外啊。第15张牌是去年下半年开始打的军控牌、军备控制牌，就是强行要求中国参加美国、俄国的军备控制谈判，目的是减缓中国的军事现代化。OK， 这就是过去2年半的情况。首先把我们定性为对手，然后出了一串的组合拳，打了一个混合战啊。那么中美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美国啊拒绝承认中国崛起。美国目前还是对我们有傲慢心理优势，知道吧？就是他们现在首先是人种上对我们有优势，觉得你们啊长得再漂亮，你也是黄种人，是吧？不如我们白种人高贵啊，拒绝。还有一个呢，就是宗教，我是上帝的特殊选民，你们中国人无神论啊，上帝都不认识你，你凭什么崛起啊？还有呢，就是这个意识形态，觉得啊，我自由民主最高贵，你这个共产党国家怎么有资格崛起呢？你都没有资格，知道吧？那个，然后还有文化历史傲慢，觉得我1894年世界第一，你这个家伙一来穷得像个鬼似的，你现在还比我富，那还了得啊？受不了，这就是美国现在的毛病，心态上不对。不对以后呢，就无法接受中国崛起。政治上必须要我们学他多党制，经济上啊，要我们永远做低端打工仔，就是你就给我做袜子，做那个香包，做圣诞节塑料礼品，你搞个什么5G呀？那中国人很生气，中国人我14亿人要过好日子，我天天做袜子有什么利润呢？对不对？我肯定得搞5G啊，否则我富不起来，我没有利润呢，对不对？这就矛盾了啊！另外就是战略上，他要我们成他的跟班啊，这个都是我们14亿人不能答应的，对不对？这是我们的天然权利啊，你凭什么否定我啊？这违反人权呢？OK， 这是中美的根本矛盾，是吧？发展权是我们天赋的权利，对不对？他不接受这个，让我们和更好的你聊一聊。感谢新历程独家冠名此次公益活动，学口才到新历程。通过金教授的分享，我们对于抗美援朝以及中美关系都有了更深的理解。抗美援朝是不得不打的，说它是立国之战，绝对是不为过的。美国啊，拒绝承认中国崛起。那么接下来，来自全国各地的线上线下的同学们，也都带来了自己的问题和困惑，想要向金教授请教。所以我想请问金教授，未来战争您认为会发生吗？做最坏的打算，做最全面的准备。希望您能够通过军事的角度
对中国足球提点建议。这个题目太难了。咱们闲话少叙，快来进入对白时刻。金教授您好，我叫管佩欣，我来自辽宁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呢就在我们家那边，所以刚才在看您演讲的时候呢，我觉得感触特别的深。那么大家都知道呢，这个美军的这个武装呢，在当时是和我们有代差的。我也在一些报道中呢看到过，联合国军在朝鲜战争中是使用过细菌武器的。1月27号晚上，驻扎在朝鲜铁原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2军阵地上空飞过多批美国飞机，他们低空盘旋，却没有像往常一样俯冲投弹，而是很快就飞走了。第2天早晨，第3期舞团的战士看到有很多黑点的东西在一跳一跳，走近一看，发现雪地上散布了大量的苍蝇、跳蚤和蜘蛛等昆虫。经过专家鉴定，这些昆虫体内都含有致命的细菌，也就是说，美军在这里投下了细菌弹。包括当时美国的总统杜鲁门也一直声称想要考虑使用原子弹，所以我想请问您，在当时中美两边的这个武装的这个设备差距这么大的情况下，为什么美国还要考虑使用这种非常规的武器呢？谢谢你啊，这个问题挺好的。那个美国呢是这样的，就是它是追求一种绝对优势的国家。中国那个战略战术很强调就是如何以弱胜强。中国很喜欢这种战法以弱胜强，因为中国历史上经常是遇到这种以弱对强的这种局面。而美国呢，总体来讲它发展很顺，美国自建国到现在很顺的。它现在在美洲地区扩张，美洲地区呢，周边都比它弱。等到它准备的特别好，走向世界的时候吧，它力量比别人大很多。所以呢，像中国历史上遇到这种以弱胜强这种需要，它就比较少。所以它基本上都寻求一种绝对优势啊。那么一旦它的优势不绝对，这个时候它就无所不用其极。在朝鲜战场，虽然常规兵器它比我们好，对吧？因为它有。就是海军，它可以在沿岸，就2个沿岸地区，它可以起点作用。另外就是空军，它有绝对优势嘛。但是因为我们前面讲的原因吧，志愿军呢，应该讲作战能力非常好。附带讲就是咱们这个志愿军坦率讲都是经过10几年战争出来的老兵，就特别会打仗。虽然叫志愿军，但绝对是专业的战士。这支陆军是非常能打的。另外就是朝鲜这个地形很重要，朝鲜山区多嘛，不是平原地区，所以美军那个装甲部队的优势发挥的不是那么淋漓尽致。所以这些原因合在一块儿呢，就形成一个结果，就是在朝鲜战场有一段时间，甚至美国有点弱势，特别是1次战役、2次战役、3次战役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呢，美国就急了，是吧？于是就采取就是那种非传统的一些手段，这里面就包括细菌战，这种细菌嘛。在亚洲是没有的，但是出现了，它肯定还是细菌战的一个结果。2、3月间，就细菌战就应该是有这个事儿，只不过美国今天还否认。至于说动核武呢，当然是这样的，就是说美国一部分人有这个想法，在美军特别被动的时候，那个杜鲁门当局当中一部分人是有的，尤其是麦克阿瑟，这个。所以后来他们就有矛盾嘛。杜鲁门只是有个想法，但是刚有想法呢，他的盟友就去反对了，知道吧？像那个当时的英国首相艾德里吧，就跑到美国去了，坚决反对，说如果你动用，你在这里开了例子对中国动用了核武器，那么苏联就可以在欧洲开那个例子，因为他知道苏联很快就有核武器嘛，那这个欧洲国家就倒霉了嘛。这个所以呢，欧洲盟友还有英国是反对的。所以杜鲁门有想法，但是并没有很大的决心。当时比较危险的还就是麦克阿瑟，因为他在一线嘛，然后他看到他领导的部队在溃败，是吧？他就急了，
所以他真的有这种想法要动用，最后就导致了杜鲁门总统和麦克阿瑟的矛盾，对不对？矛盾的结果就是麦克阿瑟被撤职了嘛。所以大概就这么一个情况啊，就是它跟美国的思维有关。美国是追求绝对优势，一旦没有绝对优势，它就是什么手段都会使的，所以就出现你刚才讲那个情况。虽然常规兵器它其实比我们好，但是一旦我们志愿军方面靠这个主观能动性啊，靠勇敢，靠智慧啊，取得某种军事优势，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动用那种邪门歪道的武器了。所以当时危险是有的。特别是这个细菌战，应该讲是部分实施了，核武器呢是没有实施，但是不是因为道德，而是因为就是制约啊。谢谢你。